好，中美之间的晶片战，赶快来看到是这一回是川普要怕了吗？因为他吹牛说呢，这个 Blackwell 领先了10年，结果竟然是被黄仁勋亲自打脸。另外，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大陆的长兴 HBM 有了重大的突破，美中的这一场科技战，现在可以说是正式的要彻底脱钩了吗？今天我们会一起做解读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的。川普呢吹牛，他说 Blackwell 领先10年，结果黄仁勋就冷回他说，事实上呢，只差了几奈秒而已。美国禁令会不会让中国反而自己突围呢？等一下来关心的是长兴的这个新的记忆体的技术哦。现在说良率已经逼近了3星，市占率更高达15%。中国记忆体4强正式诞生，美国还有办法卡脖子吗？最后我们来看到是会不会有了华为撑场 AI， 长兴撑记忆体，中美之间未来会各走各路呢？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我们来赶快关心到的是中美的科技战火越烧越旺。这一回呢，川普他在搭这个空军1号的时候，再度的开口，他这样说，狂吹。他说辉达的 Blackwell 晶片卖给别人，这一款晶片比其他所有晶片领先了10年，而且他说不会把这一款晶片卖给中国。另外呢，我们来看到黄仁勋就是立刻打脸了，他说中国晶片只有落后几奈秒的时间，任何低估华为的行为，他认为都是非常的愚蠢的。好，那杨老师怎么看？你知道奈秒它是一个时间单位，它是1秒的10亿分之一，哦，那我们通常有人大概现在都知道医美讲皮秒，对不对？那1奈秒等于1000皮秒，所以这个是它的形容，就是说非常的短暂，哦，非常的短暂。中国跟美国这个差距，但这个差距它的形容当然这是一种形容词，你一定要了解啊。可是实际上，现在你看黄仁勋这1、2天正好就在华盛顿召开辉达的就是开发者大会，他又再一次的强调，因为在 APEC 的会议上，哦，他也做了演讲，在他演讲之前，川习会举行，可是没有谈到晶片。美国这边是有就是说提到大陆这边会解禁一些限制，可是大陆这边也都没有提到任何相关的晶片的问题。那尤其就是辉达的 Blackwell， 而川普也明确的讲，他没有谈到这个东西。可是黄仁勋就不断的说，你要卖给他，因为他现在过去的市占率从95%现在降到几乎是0%，而整个对华的市占率不断的往下降。H20这种降格的产品都被认为要增加课税，被美国要课15%，而中国大陆官方甚至说这边可能有后门。那习近平还把它当作笑话，跟李在明说：“我送你一个小米机啊，看看是不是有后门。”所以这样的情况显现出辉达在大陆这边的这个市场现在受到局限。那黄仁勋一直不断的强调，其实让大陆用美国的技术，反而是可以去主导中国大陆在相关的科技发展上，未来在技术的依赖度上，还是需要美国啊。然后当然也让美国企业能够有所获利，你获利就可以转为做投资。作为什么研发，那你永远在技术上可以领先。现在 Blackwell 面临到的挑战就是华为，华为的这个升腾910C 和910B 啊，它的这个 AI 芯片已经被腾讯、百度和位元组、跳动等公司采用，那现在用于在推理工作。所以这些 AI 的芯片，当然你说跟辉达一定还是有差距，而且另外一个问题，技术上有差距。还有呢，产能上也有很大的差距，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有5000家 AI 的这个公司它所需要的产能其实非常大，那即使是 H20还是受到这个支持，所以现在就是川普政府，我们就看接下来这1、2个礼拜，中美之间大概会签这个贸易协议，会不会谈到晶片的问题，会不会让辉达卖 Blackwell 给中国大陆市场？好，中美之间晶片战的最新进度，我们会持续的做关心。那另外一方面，这个比较有确切的消息是来自于大陆的半导体界有一个核心的技术上面的一个新突破，这是长兴存储了。我们来看到是他最新的宣布，他说呢，之前大家还记得吗？美国掐住大陆的 HBM 嘛，但是长兴存储这一次宣布了它的 HBM3重大突破，而且
重点是良率竟然是逼近了3星，那么已经开始向华为等客户送样了。预估呢，2026年就是明年就会开始做全面的量产了。大家把 HBM 视为是 AI 晶片很重要的心脏，能够造出来才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算力国力。那美国过去用这个来掐住大陆的脖子，结果现在大陆是用技术来做挣脱。刚刚讲了嘛，它不但量产，而且速度更快了，功耗更是一举下降了30%，良率产能也都上升起飞。目前现在做了一个估算，说明年底大概全球市占就可以高达15%，让大陆正式杀进了记忆体4强的行列。那么长兴存储也预计了，明年的第1季就会在上海正式的 IPO， 市值现在预估上看3000亿人民币，这是中国科技业跟美国分开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吗？美国未来还能靠 AI 记忆体卡大陆的脖子吗？委员怎么看？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哈 ，HBM 就是高频宽记忆体，它其实就是 DRAM 的一种，它只是用3D 的方式把它堆砌起来，然后可以直接粘在这个所谓的 AI 的晶片的基板上面。这什么概念？因为 AI 的晶片有3种啊，第一种就是这个辉达擅长的 GPU， 第二种是 Google 的 TPU， 就所谓张量处理器。那第3种是华为跟寒武纪的所谓 MPU， 就是神经网络处理器。它是3种不同的 AI， 它虽然都不同，但都是在做高速的训练推理啊。那么这里面所需要都是上兆元单位的运算。那你在运算在处理的过程里面，它是一方面运算，然后一方面累积记忆，就是资料放在记忆体里面，然后跑到 DRAM 里面，跑到这个 AI 运算完又送回去，是不断的这样来来回回，所以要速度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要高频宽记忆体啊，高频宽就是高速公路好几线道啊，低频宽就是高速公路只有2线道或1线道这样的一个概念。那高频宽记忆体呢，现在是全世界只有3家做得出来。就是三星啊、SK 海力士，然后再加上美光。那现在长兴存储如果也做得出来的话，对中国来讲，在 AI 晶片是一大突破。是因为现在即使说我们用华为的这个升等的这种晶片 MPU 的晶片来do AI 运算，可是我们仍然还是要去跟韩国跟其他地方买 HBM。那如果他们限制不卖给我们，那我们的升腾的这个运算的效率就会降低很多。那现在可以自己做了，就不受影响，而且还可以扩大市场。好，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可以自己做 AI 晶片，又可以自己做 HBM， 那现在剩下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有封装 CoWoS？封装 CoWoS 就是中间不要以前的什么线路图连接的，直接把连成一团，然后用垂直穿孔技术啊，我们叫什么 Silicon Through Via 这种穿孔技术。就等于几乎都没有线路中间浪费时间，会产生低功率。它 LP 就是 low power 啊，low power 哈的 DDR5X 就是5倍的哈。然后用这种方式会使得整个的推理的速度可以说爬了好几层楼梯上去。是，所以表示说黄仁勋讲的对啊。对啊，仅落后几奈米啊，所以现在已经开始不落后了。所以只要 CoWoS， 因为 CoWoS 在全世界做的最好的台积电。所以如果 CoWoS 再加上去啊，能够封装成功的话，那中国的只剩下 MPU 如何升级的问题而已啦。因为中国没有在 AI 晶片不是走 GPU 的路线，是走 MPU 的路线啊。那这个还在竞争中，就说到最后是 Google 的 TPU 会赢呢，还是辉达的 GPU 呢？还是中国的这个什么的 MPU 最后会取得最大的胜利呢？坦白讲，没有人知道。现在刚刚在起跑点，假设我们今天是马拉松，我们现在才跑多少？才跑1公里而已，后面还有很远的距离要拼命了哈。那没有人敢讲说谁会赢啊？那只是目前看起来是黄仁勋跑在前面，可是不担保说。因为很多科学家讲 ，GPU 有个限制在那边，可能会被 TPU 或者 MPU 给突破过，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好，所以我们看到大陆现在在这个晶片战，从设计、制造到记忆体都已经完全的自主化。那么封装还在努力的当中。那现在黄仁勋也都亲口承认了，他说大陆现在封锁我们的 H20的晶片进口，代表说他已经拥有足以支撑军方需求的 AI 晶片了，也暗示说，未来黄仁勋认为中美之间在这场科技战上面会正式的走向彻底脱钩吗？舰长怎么看？
我们现在一直在讨论，中国大陆它为什么可以自主供应，然后可以跟美国科技脱钩？不怪别人，怪美国自己。为什么？我们现在拿出来这张图版其实是在2020年就已经提到的，无论是索尼或 NEC， 它的高层就已经特别提到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如果说不让那个中国大陆它那个可以购买到这一些晶片的话，那其实真正最后造成的影响，也就是他自己另辟蹊径，他自己走自己的路。而且不要忘了，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它其实是举国体制，也就是整个国家的力量全部灌输在某一点上的时候，做什么都成功。那也就是当我们在看的时候，现在那黄仁勋这种讲法其实并不过头。为什么？因为黄仁勋他不是看现在，他是看未来。为什么未来只落后几奈秒？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个，无论是华为或者是我们等会还有可能会提到的小米，他们自己都形成了固定的生态圈，然后这个生态圈已经有别于 iOS 或者有别于 Android， 有别于 Microsoft， 它自己形成之后，举国体制又再进行这个内循环，然后大家认为说，那就是你中国独强而已，那就是你自己关起门来强而已啊，不是？为什么？最近我们终于看到了，2025当初大家讲中国制造无感，可是现在稀土变得有感。稀土当然现在这一个已经就是递延1年后实施，也就是有关于稀土的申请，你必须要用中国的软件，你必须要使用中文申请。这个也就是从那个内循环把外循环一起拉进来，当内外循环一起转动的时候，对不起，黄仁勋讲的就是只差几奈秒。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